文爱如烟，恐怖如丝，全文一更到底。精彩故事马上开始。夜跑时忽然接到柳如烟的电话，我累得大喘气。有什么事？那头人愣了一下，语气变得哽咽。抱歉，打扰你们了。当晚热搜就炸了，发现前任已有新欢，影后现场飙泪惹人心疼。什么情况？晚上吃播看馋了，没忍住啃了半斤炸鸡，歪在沙发上打了个饱嗝，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明天还要上镜，绝对不能肿。于是当场下楼报复似的绕着小区跑了7、8圈，正倚着墙壁气喘吁吁，电话铃声响起。我已经累得头晕眼花，根本没看清是谁打的，接起来就是一顿大喘气。有什么事吗？那头却陷入了诡异的沉默。我疑惑，拿远了手机看来电人，明明白白3个字：柳如烟，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影后，也是我的前女友。我一下愣在那里，谁都没有说话，空气里静的只能听见喘气的声音。许久，他才哑着声音开口：抱歉，打扰你们了。他语气中带着难以掩盖的哽咽，我还来不及说什么，就已经被挂了电话，只余下低低的忙音。我拿着手机不知所措，打扰我们了。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啊？我本想解释，但想到我们现在的关系，如果专门跟他解释，好像更奇怪吧。算了，误会就误会吧，反正也早就分手了。不过他刚刚是在哭什么呀？没疑惑多久，很快我就知道了答案，因为柳如烟上热搜了。那是一段直播节目的录屏，节目里有一个环节，嘉宾被要求给自己的前任打电话，不限话题聊够1分钟。轮到柳如烟时，主持人小心询问刘老师有前任吗？没有的话也是可以换人的。凭柳如烟的咖位，想要拒绝一个本就有些为难人的要求很容易，但他没有，他没表现出任何为难，甚至看上去还有些小期待的轻轻点头。没关系，我有。然后就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为了保护隐私，电话那头的声音没有被收进去，但可以清楚地看见电话接通后，柳如烟就愣住了，她的眼圈一点一点变红，然后抿唇垂眼，很久以后才颤抖地开口：抱歉，打扰你们了。这段还给了柳如烟一个脸部特写，拍到她红红的眼眶和晶莹的眼泪，看上去心碎又委屈。现场的人都懵了。刘老师，柳如烟回过神来，抹了抹眼睛，连连道歉：抱歉，我有些失态了。这段视频被上传后，微博直接炸了。虽然没听到对话内容，但凭柳如烟这个反应，不难推测出发生了什么，无非就是满怀希冀打电话过去，却碰到前男友和她现任在一起，甚至还有个天才，为此取了一个很狗血的热搜名，发现前任已有新欢，影后现场飙泪，惹人心疼。我猛然地看着这一切，视频片段渐渐与刚刚那个没头没尾的电话重合，好像我是该跟他解释一下的。我还在纠结要怎么跟柳如烟开口时，接到了经纪人的电话，他听上去很着急。我打：柳如烟的前男友，该不会真是你吧？我懵了，这咋知道的？电话内容不是没被放出来吗？经纪人解释：你不看热搜的吗？他打电话了呀。在经纪人火急火燎的指导下，我才发现就在刚刚又多了个新热搜，因为眼尖的网友把那段录屏逐帧观看，找到了一个柳如烟手机屏幕一闪而过的镜头，通话人依稀可以看清一个博字，娱乐圈稍微有点名气的男星里，只有我的名字是3个字，且带博。再加上网友扒出我和柳如烟曾经上过同一所高中，在他们人均福尔摩斯的战斗力下，前男友人选很快锁定了我，所以前男友就是季伯达吧？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巧？可是这很难评，两人一点都不搭，搭不搭都已经分手了，现在刘姐读没好吧？某些人别蹭。谁蹭了？那不是柳如烟自己给人家打电话的吗？网友的讨论激增不下，我人已经傻了。不是，这都能扒出来？顾不得经纪人在电话那头的咆哮，我只觉得脑子晕晕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窝在沙发上发呆，通知栏突然弹出一条新消息，来自柳如烟，她问可以见一面吗？我正愣神，消息又一条紧接着一条弹出来，不方便也没关系，好想见见你，其他的我都不敢想了。但你现在应该没时间理我吧？他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让你那么累？我讨厌他，我要给他的电影打0分。我抱着手机，正不知所措，消息又开始一条一条撤回，到最后只剩下那句可以见一面吗？见面？就算是要商量热搜上的公关方案，也不该是他约我吧？眼下这个舆论形势，我怎么敢跟他私下见面？犹豫再三，我回复了3个字：不好吧？然后继续默默看热搜，心里忐忑不已。如果真有什么事，他应该会再找我的吧？我等了很久，没等到柳如烟再发新消息过来，却接到了高中班长打来的电话。那头听起来有些吵闹。我打：是你吧？我打：刘姐喝大了，吵着闹着要见你，谁都拉不住。哎呦，刘姐，那玩意不能喝。我打：我真怕他把自己闹塌房了，你能来管管他吗？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嘈杂声音，我有些懵。柳如烟她喝酒了？你们在哪儿？循着班长给的地址，我找到了一处私人酒馆。哎呦，博达，你能来真是太好了，你快去看看他吧。班长大老远就站在门口，见我下车，立即小跑着迎上来。我这家里还有点事，刘姐就交给你了呀。没等我拒绝，他又一溜小跑着上了后面的一辆车，合着让我来收拾烂摊子了是吧？犹豫着推开隔间大门，入目就是一片狼藉。柳如烟坐在地上，披头散发，衣衫凌乱，脚边散落了一地的瓶瓶罐罐，她看起来过于颓然，以至于我都不敢上前。刘老师，柳如烟循着我的声音仰头，原本一潭死水的眼底倏地漾起光亮。我打：
我局促地站在一旁，他却主动撑起身子，拽住了我的手，眼睛涌上一层薄雾。博达，他语气又委屈又可怜，我还来不及心疼，就眼睁睁看着他抓着我的手去扒他衣服，我吓得连连后退。可这人手上好像有使不完的牛劲，硬生生抓着我不撒手。他抓着我的手，掀起自己衣衫的下摆，露出线条柔美的马甲线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你看，我每天都在锻炼，你不是最喜欢了吗？你摸摸我的，指尖顺着他的动作触到了轮廓分明的小腹，带着女性的体温。刘老师，你放开！我拼尽全力抽回自己的手，指尖温热的触感消失不见。他一愣，眼睛又垂下去，茫然地看着刚刚拉我的那只手。博达怎么又不跟我牵了？我真的要炸了！颤巍巍地掏出手机打给经纪人，徐姐，你能不能通知一下柳如烟的经纪人？电话还没撂下，肩膀上突然撑了个重物。柳如烟头趴在我肩上，声音压得很小很小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博达，不要我了！柳如烟的经纪人周姐骂骂咧咧地把她接走了。你个活祖宗！节目录完就跑了，人家想跟你打个招呼都找不见人影。我说你能去哪儿呢？你搁这儿发疯来了？你不知道今天上了多少个热搜是吧？你最好祈祷今晚没人拍到，边骂边运走人，还不忘折回来冲我露个笑脸。博达，今天谢谢你啊！对了，你就是如烟那个前男友吧？我绞着手指，不知道该不该承认。他看出我的紧张，和善一笑，我没恶意，你别误会，只是之前经常看见如烟对着那个碎掉的相框发呆，问他又什么都不说，我也挺好奇的。我愣了下，碎掉的相框。他见我发愣，有些讶异。你不知道吗？那里面好像还有一张被撕了一半的照片，撕掉的照片。回想起来，我和柳如烟的确吵过一架。那天我摔碎了玻璃相框，把那张我们一起洗出来的合照取出来，撕成2半，然后把印着他的那半张扔给他。从今天起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他气笑了，当场就把那半张照片给撕了，零落的碎片撒了一地。我看都没看，转身就走。可是那个时候他明明撕得碎成那样，总不可能是那半张吧？所以我摇了摇头，不好意思啊姐，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。周姐挑了挑眉，表情明显是不信，却没多说什么。等他们离开后，一直等在门外的徐姐才探出脑袋，对着远去的车影连连摇头。啧，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刘影后居然还是个情种。哎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你也喝了？我连忙捂住自己的脸，没有吧？徐姐瞪眼，怎么没有？拜托，她刚刚被扛走的时候还一直在叫你的名字。我沉默片刻，巧合吧？那天晚上过后，柳如烟也许是酒醒了，一大早就回复我昨晚未回复的消息，抱歉，昨晚喝多了。我看着他这客客气气的态度，想来是根本不记得昨晚的事情，也客气回复没事。但舆论仍未消停，有人拍到了我和柳如烟先后离开同一家酒馆的照片。因为柳如烟的状态疑似醉酒，事情开始愈演愈烈，但她本人除了手滑点赞过一条深夜 emo 文学，始终没有做出任何表示。因为热度居高不下，即使当事人稳坐不动，也有其他人想借此炒一波话题度。收到某知名公益直播邀请时，我是惶恐的。徐姐急得在屋里转圈圈。别看这只是一个公益直播，背后发起人全都是业界的大佬，你能收获多少人脉？根本没理由拒绝啊！我指了指你邀请名单上的另一个名字，可是跟他一起直播的话，岂不是更……徐姐恨铁不成钢，柳如烟那边可是直接同意了。她那种顶流都不怕绯闻，你怕什么？我默默沉思，虽然我私心希望能尽早和柳如烟划清界限，但看着通道废后的一大串零，实在很难不动心。直播嘉宾除了我和柳如烟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位女演员安妙一。因为前段时间和她的新戏小报，我和她的 CP 相当出圈，总觉得这个嘉宾阵容搞事意味明显。开播前，为了降低柳如烟在我眼里的存在感，我拼命跟安妙一聊天，柳如烟就在旁边看台本，什么也没说。开播时，我的座位被安排在了中间，柳如烟和安妙一分别在我的一左一右，相当那啥的一个排位。刚开播，主持人就笑容满面地问：“大家应该都是老朋友了对吧？”我没敢吭声，安妙一也犹豫了下，只有柳如烟不怕死地说了句是：“毕竟女朋友男朋友也算朋友吧。”我整个人瞬间僵硬，他见大家都愣住，又笑着扫了一眼我和安妙一，看两位关系挺好，开个玩笑。等主持人开始活跃气氛，柳如烟又不动声色地靠近我，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问：“那个人就是他？”我松了一口气，简直好气又好笑。他到底在对着一个不存在的人瞎挑衅什么？安妙一已经反应过来，对着镜头微笑解释：“是我和博达在恋爱告急里饰演一对十分甜蜜的小情侣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，入股不亏哦。”说到甜蜜的小情侣几个字，他刻意加重语气，还意味不明地瞟了柳如烟一眼。柳如烟眯了眯眼，捏着签字笔的指尖开始泛白，这是他生闷气的表现。和博达演情侣的体验很好吧？柳如烟加重了演字的语气，暗示意味强烈。安妙一只是从容向后靠了靠，脸上笑容洋溢，似在回味。当然，尤其吻戏体验相当好，博达实在很甜，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合作。博达觉得呢？吻戏？我们的吻戏不都是借位吗？我抿唇看着安妙一，总觉得他好像在针对柳如烟，感觉到了氛围的不对，却也不敢多说，只好笑笑时，话音刚落，我听到了极细小的塑料碎裂声，下意识循声看去，
发现柳如烟把他手里的签字笔掰断了，塑料碎片扎进他的指尖，他浑然不觉，还死死捏着拳，几乎是咬着牙说抱歉，我去后面补个妆。后半场的直播，柳如烟明显不在状态，以至于直播还没结束，热搜就上了好几个。柳如烟安妙一修罗场，安妙一说喜欢和博达拍吻戏，这个 CP 是真的，所以这是前女友和现女友同框了吧？感觉他俩眼神都快喷火星子了。虽然我之前一直磕他俩，但是这场直播看得出来，刘姐已经嫉妒到变形，有点可怜，有点心疼他。怎么回事？楼上的一定要选一个磕吗？ All in 不可以吗？直播间人数一柳暴涨，热度空前的高，主办方多来几场这样的吧。我真的很爱一些修罗场，听说直播的收入去掉必要成本后会全部捐赠给山区，我先替山区的孩子们谢谢鸡哥，战战兢兢等到了直播结束，我冲向洗手间，天知道这2个小时我是怎么过来的。不知道柳如烟和安妙一在搞什么，老是针锋相对，还动不动就 Q 我，真的太磨人了。刚低下头洗了把脸，冷静冷静，我就从镜子里看到了柳如烟的脸，下意识想转身离开，却被人拉住手腕。柳如烟抬头看着我，眉头末尾的问：你真的喜欢他吗？我被他捏得有些疼，一边甩开他，一边觉得莫名其妙。谁呀？安妙一。我立即明白他的意思，干脆也随口忽悠。他人挺好的。柳如烟定定望着我的眼睛，像是要从我脸上盯出个洞来。可那天我喝醉，你来接我了。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反驳：不是我，是周姐。他笑了笑：你如果没去，怎么会知道是周姐？被他套进去了。我梗着脖子，那又怎么样？班长叫我去了，我就立马联系周姐来接你了。他眼神中闪烁着意味不明的情愫，目光一点一点上移，落在我的唇上。可在周姐来之前，你亲我了。我瞬间愣住。那天晚上脸红心跳的感觉再次席卷全身，想反驳都变得结结巴巴。你胡说什么？他见我眼神躲闪，表情更加肯定。我没胡说，我有印象，你亲我了。他步步紧逼，几乎贴上我。博达是跟那个人拍吻戏的体验好，还是跟我接吻的体验好？这是可以比较的吗？而且他喝得醉成那样，居然还有印象，他真该死啊！被他那种洞悉一切的眼神死死盯着审问了半天，我羞愤不已，干脆破罐破摔。你有印象？你有印象怎么不记得是你巴巴的找我索吻？你有印象怎么不记得我拒绝你很多次，是你一边哭一边硬要贴上来的？他被我连珠炮似的反问问懵了，我趁他发愣，甩手就走，还不忘疾言厉色的痛斥他。如果真有印象，你自己好好回忆去吧。然后一路小跑到休息室，只觉自己心跳如擂鼓。那天晚上，他实在很惹人怜爱，又可怜又听话，就像是一只小猫。我也是一时没控制住，谁知道他竟然能记得啊！正心乱不已，骤然发现旁边居然还坐了个人。安妙一安静地看着我，递上来一个纸杯热水，我愣愣地接过，谢谢啊。他一定看到我手忙脚乱跑进来的样子了，我埋着头不敢吭声。安妙一却主动开口，刚刚见到他了啊？这也能看出来？他看出我的紧张，又拍拍我的手背以示安抚，别紧张，我只是偶然路过听到了一些，我更紧张了。他这啥意思？该不会想以此要挟我吧？安妙一不紧不慢喝了口水，看得出你一直在躲着他，是他在纠缠你。哦，他很懂我。他继续说，巧的是我们俩很受大家喜欢，不如你做我男朋友，彻底跟他划清界限吧。我一口热水差点喷出来，他懂我个屁，他在说什么玩意？虽然我和他是荧幕情侣，但也仅限于荧幕情侣啊。安妙一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我的表情，垂眸笑了笑，你怎么这么容易紧张？我又没真让你当我男朋友，今晚的热度你也看到了，炒 CP 对我们都很好。他声音越说越小，我却听愣了。炒 CP？ 安妙一的分析很让人心动，我和他本就还在营业期，炒 CP 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热度，也能将柳如烟这一出盖过去。和经纪人商量过后，我们一致同意了，反正也只是炒炒，又不是真的。公益直播的讨论度依旧很高，团队顺势买了几个热搜。安妙一喜欢和博达拍吻戏，安妙一说博达很帅，安妙一记博达，如此带节奏的霸榜了一整天。柳如烟的热度堪堪下降，就在热搜上终于看不见柳如烟的名字时，他突然又自己转发了条微博，艾特柳如烟。没人觉得我和博达也很甜吗？他转发的是一条直播录屏的剪辑视频，视频内容是我和他为数不多的互动。他短短一行字，直接又震惊某博。我天，这是正主亲自开磕了吗？什么正主亲自开磕呀？这分明是花蝴蝶亲自求偶。有谁还记得刘姐之前说她不喜欢在公众平台跟人互动，说不仅尴尬，还有点作秀？我记得，所以刘姐你能不能正常点？我害怕，所以季哥到底喜欢谁啊？就不能给如烟一个机会吗？好好，可你很甜行了吧？博达哥哥看看我们刘姐吧，感觉她要碎了。我气得把手机摔在沙发上，不是，她有病吧？徐姐地铁老人看手机脸刷着信息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柳如烟真是疯子，可不是吗？在圈里混了这么久，她不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，公然发一条这样的微博，她要接受多少指摘？我和徐姐狠狠把她骂了一顿，当然是背后偷偷的那种。骂完柳如烟没多久，我很快又收到了新的通道单。上一场公益直播的收入相当可观，为了呼吁更多人关注，主办方需要我们几个嘉宾一起去捐赠为山区小学新购入的物资。我看完就把单子丢了，现在这形势，不能再和柳如烟一起了吧？徐姐默默盯着我，你想被骂耍大牌吗？我服了。捐赠当天，
运送物资的货车走了运输车道，而我们3个嘉宾被放到村口下车走路。我默默看了眼脚上的皮鞋，之前也没说要自己走着去啊。小学远吗？摄影师摇摇头，我喜出望外，不远是吧？他在摇头，我的意思是我也不知道。安妙一上前搂住我的手臂，语气娇柔：你鞋子不方便的话，我扶着你吧。话音未落，身后传来一个凉飕飕的声音：安老师这小体格，有力气一直扶吗？柳如烟眼神里流露出杀气，安妙一瞥了他一眼，搂着我手臂的手更紧了。我和博达的事情用不着刘老师费心。柳如烟冷哼一声，甩手就走，眨眼之间就与我们隔开好长一段距离。我默默抬眼，他就这臭脾气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安妙一笑笑，你好像很维护他。我不自觉缩脖子，不是，我试图撇清自己，他却不再多言。山路崎岖，好不容易到达小学，我借着上厕所的由头去找门卫询问：叔，这儿有卖创可贴的地方吗？门卫有点耳背，我问了好几次才扯着嗓子说：有，在那山后头呢。我看了眼他指的方向，远到差点晕厥，只好强撑着跟大家一起走完了捐赠的流程。拍完合照后，我左顾右盼，想找监控教室作画，疼啊，磨破脚后跟真疼啊。就在我不知所措之时，安妙一不知从哪里过来，变戏法似的在我眼前变出个创可贴。听门卫说你在找这个，快贴上吧。我讶然哪来的？他神秘一笑变出来的。我被他逗得笑出声来，转头却撞上柳如烟晦暗不明的眼神。他手里拿着一瓶酒精和一袋棉签，我假装没看见，绕开他走向我看中的一间空教室。他一言不发地跟着我，我拉开凳子坐下，他就拉开我旁边的凳子坐下。我忍不住开口：刘老师，我要脱鞋，你能回避一下吗？他盯着我，又不是没见过，为什么要回避？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无视他自顾自脱下皮鞋，查看脚后跟的伤口。他不由分说抓着我的脚踝放到他腿上，我瞪他，他就理直气壮地说消毒，还给我展示了他的酒精和棉签。他小心翼翼地在磨破的地方涂抹酒精，眼中闪烁着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我很不自在。你哪来的酒精？他摁着我的脚踝，刚跑去山后面买的。想起门卫给我指的那座一看就很远的山，我沉默好半天，也只能问一句：为什么？他叹了口气，语气十分无奈，血都渗出来了。你注意不到吗？我这才发现自己鞋后跟处有不明显的血迹，很不明显，不刻意观察根本注意不到。教室内再次陷入沉默。他仔仔细细给我伤口周围都处理了一遍后，我默默将安妙一给的创可贴递给他，他却不接，自己从兜里掏出一个创可贴。我不用他的，表情十分倔强。都处理好后，我起身向柳如烟道谢，他收好酒精，不接我的道谢，反问他做的没我好吧？我反应了一下才意识到他是在说安妙一，只好干笑，还好吧？他却跟抓住话茬似的不肯松口，他都没发现你流血了。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问道那又怎么样？他没我好。柳如烟语气肯定，我不知道还能再跟他说什么，抬脚欲走。他叫住我：博达，你真喜欢他吗？我沉默，快步离开，却在快要走出教室时被他追上。博达，你不想跟他分开的话？他握着我的手，目光灼灼。我可以做你的隐藏款女友吗？我瞬间意识到他这个隐藏款女友是什么意思，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音调。柳如烟，你疯了吗？他抓着我手的指尖发白。我是疯了，博达。一想到你对着别人笑，却只会躲着我，我就极度的快疯了。说着，他又意识到什么似的笑了笑。博达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这么多天以来第一次叫我的名字。我挣脱开他，努力平复自己的呼吸。柳如烟，我们都冷静一下吧。然后小跑着离开，身后隐隐还有他的呢喃：可不可以别不要我？捐赠过后，我在家躺了好几天，心乱如麻。安妙一几次提出要来看我，都被我婉拒，还是什么都不想来的自在。我浑浑噩噩的睡了几天，经纪人看不下去了：祖宗，虽然你现在热度高起来了，但也不能完全不活动吧？我缩在被子里，咱歇歇吧。他看着我很是不解。我说你们都怎么搞的？是去了趟山里水土不服了吗？一个个都要死不活的。我敏锐地捕捉到了重点。我们？他瞪眼，可不是你们吗？柳如烟回去之后就病了，听说还挺严重的，电影首映礼都去不了。我愣住，柳如烟病了，有多严重？徐姐摇摇头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是把他经纪人急得够呛。然后话锋一转，哎，他不是喜欢你吗？你要不要打个电话慰问一下？我被自己的口水呛到，连连咳嗽。不是，你别瞎说。徐姐眯起眼睛，你这反应，你们是不是在小学那边发生了啥？我咳得更厉害了，怎么会？嗨，没多久，安妙一邀请我和他合体参加活动，我再次拒绝。他这次不再像先前一样好说话。柳如烟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是不是怕柳如烟看到我们会病得更重？我吓了一跳，怎么会？他十分笃定，别骗我。先前我确实想跟你捆绑提升热度，但那是因为我以为你不喜欢他，现在看来你分明很在乎，那又为什么要躲着他？心事被人一次一次戳穿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我不是。他打断我，你们先前是有什么故事？其实安妙一说的没错，我躲着柳如烟的确是因为和他的那段故事。高中时我性子很温和，又长得还不错，就成了女生们喜欢调戏的重点对象。我不厌其烦，却也无可奈何，直到发现我的同桌很有话语权。
那天他在睡觉，座位旁却围了一圈叽叽喳喳的人。他烦了，只吼了一声，就吓得所有人都如鸟兽散。我仿佛打开新世界的大门，你让他们别来烦我，我可以帮你。他嘴里叼了根棒棒糖，很不屑。你能帮我干什么？我想了很久，只要你需要，只要我可以，我帮他带过早饭，帮他做过值日，帮他抄过笔记，甚至还帮他拒绝了很多封情书。他递给我糖，小同桌，你管的好像有点多了。我以为他不高兴了，开始努力把控分寸感，他却真的不高兴了，生了好几天闷气，才忍不住主动开口。你是笨蛋吗？我说你管得多，没说我不喜欢。我从一堆说后探出头，那你喜欢吗？其实是很单纯的问题，少女却红了脸。我盯着她，她脸更红了。喜欢吧。后来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微妙，开始一起去食堂，一起上下学。她生日那天，我陪她去了游乐场，我们拍了合照，还 DIY 了相框。她开始对我周围的女生表现出敌意，早恋的流言蜚语四起，惊动了很多人。她被送去集训的那几个月，我被约谈了，主任和她家长一起骂了我很久。我只记得最后几句，我知道一开始是你求她帮忙的，可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在集训，还每天缠着给她发什么消息？你和她是什么关系？你是她的附属品吗？没了她会死吗？你没有尊严的吗？可明明是她在给我发消息，我没有机会解释。那段时间不停的有人提醒我，说我配不上她，我就拼命的学习，想要证明我也不差，学得好累好累，却没有人看见。直到她回来的那天，和另一个男生言笑晏晏，所有防线在那一刻彻底崩塌。她浑然不知，还说要带我去吃大餐。我崩溃的跟她大吵一架，摔了相框，撕了相片，直到高考再无联系。上大学后她来找我，解释了好多次，说之前那个男生是亲戚，他很好很无微不至，甚至在撞见我喝醉酒后闹着要看别人的马甲线，还能一脸贤惠的把我接走，然后让我摸他的。我嫌弃他肌肉线条不够清晰，他还好脾气的说他会努力锻炼，激进讨好。我没办法狠下心，终于松了口，真正跟他在一起，过了段相当甜蜜的日子。直到他生日，他妈妈来给他送礼物，一见我就变了脸。怎么又是你？你没有尊严的吗？一句话如同魔音，再次将我带回了高中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。没等他回来，我逃跑了，这一走再也没有回头。再次有他的消息，还是从同学口中听说的豪门轶事。你知道不？就那个很有钱的柳家，他家的公主跟他妈决裂了，听说还是为了一个男人，真戏剧啊！那时我才恍然，因为没有人告诉他，所以他对之前那些事真的一无所知。他唯一能找到的自己的错处，就是跟表哥太亲近，却没告知我身份。可那时我做的也只是默默将他从黑名单里拉出来，没有勇气再有其他动作。我喝多了，哭得涕泗横流，是我对不起他，我抛弃他太多次，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他。安妙一手忙脚乱的给我擦眼泪，别哭了，你先别哭了。我嚎啕大哭，不是你要问我的吗？你凭什么让我别哭？他十分无奈，好，是我的错，我错了，你别哭了好吗？积蓄了多年的委屈得以倾诉，我根本止不住。安妙一默默清理走了一整包废纸团，又坐回来。既然你觉得亏欠他，为什么不试着弥补呢？人长了嘴就是要表达，长了腿就是要行动。他这次生病跟小学那天有关吧？我突然就止住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挑眉，你觉得这很难猜吗？好吧，去看看他吧，他应该很想你。我愣了下，可是合适吗？安妙一暴毙，再不去他就病死了，咋还诅咒人呢？我鼓起勇气敲响了柳如烟家的大门，等了很久才有人来开门。柳如烟脸色糟糕的裹着一条毛毯打开门时，简单的呆滞了一下，然后反手就要关门。他这是不想见我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失落，就听到他的念叨，幻觉第8次了，我居然还在做梦吗？我心弦像被什么东西挑了一下，立即伸手挡住了门，然后被夹得痛呼出声。柳如烟这才惊恐的转头，我向他展示自己被夹红的手背夹，觉得这是梦吗？他当场就打了自己一巴掌，清脆响亮，红痕明显。他立即心疼不已地捧住我的手，对不起我打，是不是很疼？你等我去给你拿冰袋。他满脸忧心焦灼，让人几乎快要忘记他才是那个病人。我拉住他，你这个病号，难道还想照顾我？他不太理解我的意思，有些茫然。我一路推着他进门，你可躺好吧，我是来照顾你的。我推着他躺下，又简单收拾了一下客厅的垃圾。在我伸手开冰箱的时候，他终于拽住我。我打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眨眨眼，我想照顾你，不可以吗？他虽然呆愣，但还是小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。我摸摸他有些凌乱的碎发，真怪。他耳根瞬间就红了，我忍不住笑了，伸手捏捏他通红的耳垂，怎么还这么容易害羞啊？他盯着我，还是没反应过来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飞快地在他脸上啄了一口，看不出来吗？他抿着唇，犹疑不定地看了我好几秒，我又趁机啄了他好几口。他终于严肃地抓着我的小臂，不许亲了。为什么？我真的会忍不住的。我摊了摊手，没让你忍啊。他还是站在原地，十分不解地看着我。我干脆捧住他的脸，不想我吗？他嗓音阴哑，反手抱住了我的腰，想。看着身下的床一直摇的时候，我忍不住想，一个病号怎么会这么有精力呢？我明明只是稍稍挑逗一下，不对，我明明是来给他煮白粥的。在想什么？女人的汗沾湿了长发，我开口，声音沙哑的连自己都惊讶。我明明听他们说，你病的床都下不了，
他抱住我亲了我一口，本来就是心病，吃了药自然就好了。一句吃了药，明明只是再普通不过的话语，在此刻却显得那么……你是装的吧？他脸凑上来，让我看看你。我满脸滚烫，你什么癖好啊？下一秒就声音发颤，我真的不行了。那你躺好，我来动。再醒来，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，根本没脸回想昨天的荒唐。我捂着脸，我真是疯了。旁边立即有人接话，确实挺疯的。一扭头，柳如烟手里端了杯豆浆，站在床边。不过现在，你想反悔也来不及了。他把豆浆递给我，表情坚定。是你自己拉黑安妙一，还是我帮你？我满脸问号。你到现在还以为我跟他在谈？他微微蹙眉，我摩擦着身下的床单。那你昨晚岂不是真做了次你说的那什么隐藏款？柳如烟满脸黑线，昨晚做了，之后不做，我挑眉真的。他愣了几秒，咬牙季伯达，你昨晚不是这么说的。眼见他炸毛，我赶紧安抚，安了，跟他就是炒个 CP， 你还真信啊？柳如烟瞪大眼睛，气势汹汹地掀了被子爬上床。吃晚饭时，柳如烟后知后觉，不对啊，那我那天晚上打电话给你，我瞪了他一眼，我在跑步，他震惊那么晚，我没好气不然呢？他默默低下头扒饭，下一秒，他的经纪人推门而入，伴随着唠叨：“祖宗，今天状态怎么样？电影宣传那边找我很多次了，你是女主不好，完全不露面的啊。”话说到一半，他人愣住了，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后退，关上门，再重新进来。刚刚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，他又愣住了。眼见他又要后退，我赶紧出声：“周姐是我。”他揉了揉眼睛，冲上来一把抱住我：“我打宝贝，你来了，你真的来了。”我被他的熊抱抱的连咳好几声，还是柳如烟上前扒拉开姐：“你别吓着他。”周姐连连应声：“哦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博达你不知道，看他要死不活的时候，我可想联系你了，结果这个火祖宗非跟我闹，还威胁我说他要退圈。”我讶然转头：“你要退圈？”柳如烟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：“我只是怕他烦到你。”周姐难以置信的瞪眼：“什么？谁烦？你说谁烦？”我错了。在周姐、徐姐两位经纪人的一力促成下，我和柳如烟开启了秘密恋爱模式。柳如烟没有通告的日子里，每天都缠着我说话。在得知我去找她的原委后，还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要去登门拜谢安妙一，结果安妙一不给她开门，还让她得了便宜少卖乖，惹得人回来又哭唧唧的找我求安慰。我颇为无奈。确定关系后的第3个月，柳如烟的妈妈来找过我，她看上去比之前憔悴了不少，少了很多盛气凌人的气焰。她塞给我一个盒子。如烟这些年一直不快乐，也一直恨我，看到如烟那么痛苦，我也很痛苦。我也辗转反侧了很多个夜晚，思考我真的做错了吗？但看到她现在这么开心，我也没什么可问的了。我想，我的确欠你一声抱歉，给你造成的伤害真的很抱歉。这是如烟她奶奶给我的，现在交给你。我下个月会自己出国，不让你们看到我心烦。我来不及说什么，她已经疾步离开，像是生怕我多说。跟柳如烟提及此事，她只让我宽心，不管你有多大度，做过的事都不会消失无痕。她想出国就让她去吧。柳如烟趴在我怀里，我有些犹豫，可她是你妈妈，而且那么久了，我都忘了。她亲亲我的额头，这是她的选择，你也不用担心我。我默然，仰头看了看窗外，柳如烟手揽在我腰上。其实你能回来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就像我今年的祷告有了回音。我翻了个身，什么祷告？她顺势圈住我，祷告你的爱。还没来得及细问，嘴唇已经被人堵上，声音惊走了窗外的鸟雀。彼时月色弯弯，爱意正浓，十指相扣。